能接住我的剑，你很不错。我能看出来，你不知是受了伤还是大病初愈，真气很不稳固。但是下一击七星连珠，你一定接不住。七星连珠。 这是我祖传的剑招，杀死过5个乱世之王，用来对付你一个暗河杀手，这是你的荣幸。这剑的威势，竟比上一剑要凶猛近1倍。这七星连珠一剑强过一剑，你若再接一剑。 你手中的剑必定会断。这是太极剑，一个杀手居然会这世间最缓慢的剑法，但接下来的剑可没那么简单。是吗？可你的剑势分明在消耗你的气力。下一剑，请吧。 我还剩最后一剑，而你必死无疑。爷爷，两位叔公，来了，是责怪我来晚了？你二人便是暗河现在的掌事人？哼，看起来很是年轻啊。暗河大家长苏山河，见过3位前辈。旁边的这位是苏沐雨，是如今的苏家家主。敢问前辈们尊姓大名？谢必佑、穆福生、苏子言。你们姓谢、穆、苏，是暗河3家之姓。你们是？他们听了我们的姓氏，很是惊讶呀。不错，我们和你们暗河那3支，本就是一脉而成。当年，我们的先祖，有些人去了江湖，而有些人则留在了这里。我们3个人，就是留在这天启城这一脉的后人。是你们的先祖罢了，并不包括我们2人。我与昌河皆是无名者出身，身上并未流着3族的血脉。暗河3家已经被你们这些外族人掌控了，难怪你们会闯到这里，要与我们影宗作对。
新旧更迭，本来就是这世间的规矩。哎，年轻人，你们今夜来此，是要闯这万卷楼？是。可这万卷楼没有金银财宝，也没有武功秘籍，只是藏着那天下的隐秘之事。你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既然藏着天下隐秘，自然也包括暗河的隐秘。你们想毁掉万卷楼？是又如何？不仅要毁掉万卷楼，也要斩断影宗和暗河之间所有的牵扯和关系。看来，开国时期，先祖想用影子来守卫天下的愿望，终究是破灭了。早就破灭了。暗河和影宗早已不是守卫天下的影子，而是站在阳光下的那些人，争权夺利的棋子。可斩断联系，就凭2个无名者吗？凭我足矣。18剑阵，那便让我来会一会。荣幸至极。你的剑里藏着一股剑意，我曾见过，是春雨剑意。小子，你究竟是谁？我是暗河的苏沐雨，亦是无间城的孤魂野鬼。无间城城主卓雨洛，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的父亲。这么看来，的确有几分相像。这无间城的城主竟然还有后人，而这后人竟然还成了暗河的无名者，着实有趣呀！我明白你为何一定要去我这身后的万卷楼了。这身后的万卷楼中，藏着你的身世，也藏着当年无间城被屠城的秘密。是，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拦住我。既然如此，那只有我们3人联手了。你们真不要脸啊！居然想3打1，那就由我来会会你。昌河，你先退下。你已经很累了，只要我还站着，你便无需动手。虽然同为3家之姓，但他们在天启城中养尊处优，一代又一代过去了，他们早已不再是黑暗中的影子，而是光芒之下的世家贵族。杀人这件事，离他们已经太远了。有生之年，我竟能再次见到真正的18剑阵。方才只见17剑，未见这第18剑。第18剑，不论胜负，只论生死。那就和你论一论生死。
若非我们3人合力，亦必丧身于此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做一个杀手，暗河的子弟们也不想了。说的不错，但我觉得18剑出，不应再留活口。我与昌河虽是无名者，但我们有同伴和你们一样，姓着一样的苏，一样的谢，一样的穆。暗河向来是一个不讲感情的组织，但我希望他们也能够拥有在阳光下自由行走的日子。让开！认真说来，我们已经间接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，但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相见吧。影宗宗主，易卜先生，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苏昌河。正是。暗河打杂人苏昌河，奉苏家家主苏沐雨之命，在此留下你的姓名。即便知道对方所有的情报又如何？他还是天下第一，你们还是对付不了他。你方才放下的那一个卷轴，值100两黄金。你还没走？爷爷让我留下来，他说你或许需要我的帮助。我不要你的帮助。你想看的东西，我可以帮你寻到。白小堂。剑心中，暗河。是的，暗河的情报全在这里。我猜，这便是你要寻找的东西。但我也不确定你要找的这里是否都有，毕竟影宗不是万能的，不然天下白小就不会是白小堂了。这些都需要密石才能打开，而密石藏在我阿爷家中。我有。看来你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我曾以为，只要拿到这2把钥匙便能得到答案。后来发现，以影宗的态度，必然不会让我们进入其中，反而还会暴露目的，而被他们以此要挟。于是我和昌河便提前制定了这个计划。
看来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怎么？落了些东西，在这儿等我。苏沐雨受了重伤，三爷，找机会在苏沐雨背后射出一箭，改变今晚这场战斗的结局。你去寻了什么东西？这就不便与你说了。把这栋楼都烧了吧。烧了，整栋楼。对。方才露出的破绽是故意的。不愧是影宗宗主，还是有几分实力的。我差点就输给你了。一切终于都结束了。我这一辈子究竟是为什么而活？起来！你这个懦夫，将来要怎么样重振影宗？我要重振影宗。我不是什么影宗复兴的希望，我只是个小孩，我要出去玩。少宗主，老宗主已死，请少宗主接任宗主之位，重振影宗。请少宗主接任宗主之位，重振影宗。从那天起，我成为影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宗主。我这一辈子算是无比
失败的吧？影宗不仅没有真心，还在我的手中彻底消失了。我还失去了我的徒弟和我心爱的女儿。我听说临死之前，之前的回忆会像跑马灯一样在眼前闪过。我看你发了许久的呆，也是在回想自己的一生。别想了，看着我。来呀，你动手啊！啊！告诉我，天启城中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都有谁？怎么？你是想把他们都杀掉是吗？是又如何？你觉得我杀不了你，可我不还是把你们都杀了？放心吧，如果让人知道，在江湖上恶名昭著的杀手组织背后竟是朝廷所控，那会引起天下的恐慌吧？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，也不过是寥寥几人。寥寥几人便是友人。告诉我他们的名字，我可以留你全尸。怎么样？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找到了。这老头怎么处置啊？哎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要问你啊？明明我才是暗河之主，要我说，就把他的手脚都砍了，要不然他是不会告诉我们天启城中还有谁盯着暗河。就算你斩断他的手脚，他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你杀过的人不少，这样的眼神，应当也见过不少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无趣啊！我不过就是想折磨他一下罢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秉承着最后一点的良知，我愿意听听。是影子，便一生都是影子。影子，若是想走到阳光下，便只能消失。你们终将会失败的。真是无畏气！苏沐雨，今天我们也算是大获全胜，我请你到碉楼小筑上去喝上一杯。我们烧的不仅仅是影宗，还是明面上的国丈府，得立刻离开天启城才是。影子若想走到阳光之下，便只能消失。那影宗不再成为影宗，而拥有了国丈府的身份，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影子到了阳光之下？所以，义卜刚刚说的那些话，不仅是在诅咒我们，也是他现境的写照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内阁放着这些，我没有看。你不是一直不记得小时候的事吗？看看这上面写了什么。
以前的事儿，管他做什么。以后暗河，你我只有明天。殿下，将军，国丈府那边燃起了大火，看样子是暗河影。琅琊王呢？在风小寺遭遇伏击，不过似乎并无大碍，此刻已随青楼使李新月回城了。先退下吧。影宗果然是废物啊！本还想靠这一次，让影宗和琅琊王一派两败俱伤呢。也罢，也罢，影宗一灭，父皇对琅琊王的忌惮也就更深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我的棋局了。宇哥，哎，到底谁才是大家长？怎么一上来都不叫我一声？你们碰上的那群喽啰，如何了？昌黎他们在处理尸体，风小寺一事结束了，七刀叔就先回去了。至于穆此林那边，他说他要先回客栈疗伤。等宇哥处理完之后，去给他把毒解了。自此之后和暗河便无任何瓜葛。好，我一会儿便去。喂，本来想先回客栈等你们的，没想到在这儿先聚上了。你又乱来！你这内力都快耗尽了，又要用我不少好药。没有乱来，尽力而为。他可以作证。啊。你的话我可不信。我和雪薇去昌黎那边看看，若是已经处理完成，我们俩就先回本家了。小神医，上回要杀你，对不住。无妨无妨，立场不同罢了，不必介怀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再会。再会。再会。快滚！不带上你的好兄弟？本就默认你同我一起去。在问卷楼中，我知晓了一些关于吴建成的人和事，得去趟家园。家园？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喝茶？东西都收拾好了？我们出来杀人当刺客，要收拾什么东西啊？狗爹先我一步回南安城了，你们怎么说？一道走，还是回暗河？我有些事需要处理，等处理好了，再来南安巡神医。好。下去吧。是。陛下，这么早来巡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昨夜影宗府邸大火，国丈爷一捕，
被烧死了。义卜死了？是，火势非常大，整个国丈府都烧没了，死伤无数。也就是说，影宗从昨夜起便不复存在了。用做的这么决绝吗？唉，一山不容二虎，更何况他一直都不喜欢义卜。真的是他做的吗？昨天有密报传到宫中，说他昨晚并不在自己府中。做的这么决绝，倒不似他的做事风格。可是我们的这个王爷，也和以前很不一样了，不是吗？罢了，说是失火，那便是失火吧，交给大理寺处理一下。遵旨。宣妃那里知道这个消息了吗？今日一早，七皇子殿下便进宫了。现在想必宣妃娘娘也该知道了。为什么暗河会帮助我们覆灭影宗？你认为是我找的暗河？之前他们对我的刺杀都是铺垫出来的假象？不是我认为，是天启城的人都会认为影宗的覆灭与你有关，而你的那位兄长也会这么认为的。那就让他们这么认为吧。可我不认为你会选择这样的方式。所以你我会成为朋友啊？此事与我无关，可以说是义卜他自己作茧自缚。暗河的苏昌河和苏沐雨都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他们说要改变暗河，我觉得这不是大话。他们已经斩断了身上所有的丝线，不再是别人手中的傀儡，剩下的枷锁就只是人言与偏见了。可这才是最难的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。苏沐雨，苏沐雨，咱们一起去听曲儿啊！苏，啊，此去一别，也不知何时才能回天启城。希望再次回来之时，能真正心无旁骛地走在长街之上吧。是心无旁骛的走在月光之中吧？那是你父亲所想。你这个臭小子，又在开这俗的玩笑。昌河，我们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理想吧？你那也叫理想？别人的理想都是当为国为民的大将军，或者是拯救苍生的剑侠客。你，唉，你只是想做一个普通人啊。那你呢？你的理想可以被称为理想吗？那是自然。我不仅要带领暗河走到那阳光之下，我更要成为那光芒。好，那我便做你的剑。驾！那我就为你们疗伤吧。要是医不好的话，就只能让我爹给你们搜丝喽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走。
这里便是家园了？怎么看起来有些寻常？所谓家园，本就应该寻常，不是吗？哼，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。你不是说很快就会来找我的吗？怎么很快就变成了很多年？是啊，一过便是很多年了。对了，这是昌河，如今的暗河大家长。我是昌河，是苏沐雨最好的兄弟，以后你叫我昌河大哥就行。这是昭妍，萧昭妍，自小我俩一块在无间城长大，算是我妹妹。沐雨哥哥，我咋觉得你这像是在做媒呢？我刚刚打趣他，他现在在报复我呢。哎呀，暗河一年赚那么多银子，结果所谓的家园就是一个穷村子，这老爷子未免也太小气了吧？我们这里餐餐有肉，顿顿有酒，怎么就穷了？我看你就是没有见过真正的穷。从这里以外，在17里的那个村子，他们那些人吃顿白米饭就算是过年了。你别理他，穷惯了，突然有钱就这样。哎，什么叫突然有钱啊？你忘了那南安城地下埋了一地的白银？我觉得我们这儿挺好的，不要你的银子。你知道我们这里都住着些什么人吗？我自然知道，都是些和暗河有关，但是又不想陷入江湖纷争的人。昭妍，这里有客人呢。邪墨叔叔，快请坐。昭妍，去给叔叔倒杯茶。好。苏昌河，苏沐雨，是苏家人。敢问前辈贵姓？我与你们同姓，只是我离家之时，未曾听闻2位的名字。按说当时，你们应该已经出生了，但我们却听过前辈的名字——七剑追星苏邪墨，曾经的代号是追魂鬼，因为你可以为了杀一个人而追上3000里。不过，听说前辈已经死在了漠河之外的荒漠里。没想到竟然身处家园啊！我活了下来，只是失去了做杀手的资格。大家长怜悯我，把我安置在了家园，保卫家园的安全。对了，你们好像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们是无名者，但我现在已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而我身边的这位是如今的苏家家主。哦，既然是这样，那这杯茶当由你来喝。那我便却之不恭了，小娜。不愧是大家长，好功夫。我再给师道一杯。既然你们已经来到了这里，就说明老爷子已经死了。如今暗河的掌权者变成了无名者出生的你们，一定是发生了一些大事。那么，你们到此的目的是为了？你放心，我们来这里并无任何目的。萧昭妍是我妹妹，她在这里，也是因为当年我拜托大家长安排的。原来如此。
那我便不打搅各位了，告辞。这人还真是有趣啊！他知道了我们的身份，略微有几分惊讶，但是剩下的就是想离我们远远的。这里的人最怕的就是又和暗河摊上关系，像邪墨叔叔这样隐退的人不在少数。若是将他们重新收回暗河，也是一股可怕的战力。所以他知道你们的身份后，确认你们不是为他们而来，便立刻走了。若是为他们而来，便是会有一些麻烦。哎，不说了。你不是说顿顿有肉，餐餐有酒吗？肉呢？酒呢？自家酿的烧酒，烈得很，你敢喝？千杯不醉。你居然敢在大白天来舅舅府上求降，说明你已经说服了3家之人。是的，爷爷他们已经答应跟殿下合作了。很好，识时务者才为俊杰。义卜若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。而你做了对的选择。从少时起，我便奇怪，为何影卫们可以来去自如，而我们3家却只能守在万卷楼周遭，做他义卜，做他影宗的后院守卫。直到我看见了苏沐雨，我才明白我这些年的不服不愿，到底是为了什么。苏沐雨他不甘心做影宗的影子，难道我便甘愿吗？爷爷他们老了，而我却年轻，而年轻者便是敢于闯出旧天地。大皇子殿下，我愿做一支利剑，等待您松手离弦之日，助我之声名响彻天下。到那时候，再瞧瞧，是江湖木鱼里的剑厉害，还是朝野风云中的剑厉害？好，很好。对了，那一晚，他们2人已经带走了属于自己格子里的那份信纸了吧？带走了。很好。暗河易主之后，义卜就命人将里面的东西都取走了。大皇子给他们的是假消息吗？不，自然是真的，甚至可能比原来的那一份还要更加详细。因为消息是我很多年前从白小堂手中买过来的，那时的白小堂还并没有被琅琊王的势力所染指。殿下为何要帮他们？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帮我了。雨墨姑娘，替我关注一下天启玄武使的动向。我跟他有过约定，不过昨日我去内卫司，他们的人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。如果有他的消息，他回天启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哦，是。什么千杯不醉啊？才一碗老烧酒就醉倒了。昌河有一个神奇的能力，想喝醉时一杯便醉，想清醒时，即便你把整个村子的酒都搬来，那也是千杯不醉。那他今夜为何选择一杯就醉呢？因为他知道，有些话我要和你单独说。什么？
我在天启城的万卷楼中找到了当年的隐秘，也知道了吴建成覆灭那一夜涌入城中杀手的身份。是谁？安和。真的是安和吗？当年，安和奉命派出杀手就是3名，协同卓玉洛的几名亲传弟子，发动了吴建成之乱。卓玉洛全家上下67人，唯有年幼的少主存活。顺和大逃生，被安和所擒。吴建成少主天生剑体，苏家家主垂涎其天分，会特地安排进入炼炉，以无名者身份培养，以待日后成为苏家战力。安和。是，我一直寻找的罪魁祸首，原来就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。动手的杀手就是3名，存活下来18人。这上面的名单我都看了，每一个是我熟悉的。因为他们都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杀害，你可以看看。苏邪墨，往下念。苏笑颜、谢水桃、穆天泽，这些人你都熟悉吗？这些人全部都在家园里。明白了。宇哥，你要去做什么？我只是去问些问题。你在这里等着我。里面的人若是醒了，那便让他好好待着。宇哥，放心，总不能昨日还说这里是家园，今日便把整个村子给屠了。苏邪墨住哪儿？村口第3家。好。小心。前辈好雅兴，很多年的习惯了。喝上一壶酒，吃上一碟花生米，是我每日唯一快乐、轻松的时光。我理解。今日见你的第一面，我就猜出了你的身份。你和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格外的相像。我的剑法和我父亲当年比起来，也并无逊色。你的伞是你的剑，我的伞中藏有18剑，
这屋里屋外加起来共18人，刚好一笔剑，取一条你们的命。不愧是苏家家主，一早就看中的孩子，居然重现了18剑阵。你们这些人应该都已经死了，为何会出现在家园之中？当年提魂殿下了这个任务，大家长本意是拒绝的，因为灭掉一个无间城所带来的影响太大，会动摇暗河的根本。但提魂殿的态度很坚决，因此暗河损失惨重。93名最顶尖的杀手，最后只回来了这18人。而这18人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都遭遇到了追杀。没有人能提前知道暗河杀手所接的任务，除了提魂殿。没错，大家长也怀疑是提魂殿和下丹的雇主合谋，要杀人灭口。暗河之中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杀人灭口的事情，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雇主的信息，没有灭口的必要。但那一次不一样，雇主想要的是无间城中那些珍藏的剑谱。当我们的人冲入城中的那晚，他们那些潜入的人正在争夺无间城中的剑谱，而我们两方人马在很短暂的时刻产生了错误的交锋。正是在这次交锋的过程中，我试探出了对方所用的剑法。成剑上9天，龙影落黄泉。没错，是9天剑法。无双城，莫急。此剑一出，天下无剑。可偏偏号称天下无双的第一武城，赖以成名的也是剑。无双城，这个答案还真是令人心寒。为何心寒？因为我的父亲曾称赞过前任无双城城主刘云奇的剑法，对他隐有相惜之意。只可惜，苏公子，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，但我也有一些话想对你说。我们这些人和你没有任何的情感，也不存在任何的愧疚。安和听令行事，你也是一样。所以，今日若你想复仇，我们必定杀你。我若要寻仇，找的也应该是卧道之人，这点我明白。更何况，入了家园，这一生的罪孽荣光都将洗尽，这一点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苏家主，多谢。我们这些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动过刀子了，现在挥起锄头来，可比挥剑来得更熟练。告辞。
他做什么？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杀不了这么个小子？恐怕还真杀不了。18剑阵可不是闹着玩，更何况……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已经来了很久了。刚才我们现身的时候，门外这人就已经动了杀气。如果我们真的动手，他一定会冲进来的。他是暗河这一带的大家长，苏长河。苏长河，有意思。那他身上这股气息是？他练了研魔掌。我听说，这是一门被诅咒的武功，但凡修炼此等武功的大家长，都不得善终。我不相信这种说法，只因我们这样的人，大多都没有善终，所以才显得，似乎每一位修炼研魔掌的大家长，都不得善终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不让你来吗？我喝醉了，没听到。不是让昭妍告诉你了吗？我为什么要听一个小丫头的话？不过既然你不打算动手了，那我们明天去南安吧。为何这么突然？要去南安？刚刚来的消息，你相好的让我们去玩。说原话。苏兄，见信安。吾近日归南安城，欲重开药庄。目前已有良医看病治人，却缺药童捣药揽客。不知沐雨兄可有闲情来暂带几日？若沐雨兄无空也无关系，但切记别把昌河兄带来。邀请的只有我，乃我们。你一句话，去还是不去？可去，你也一起去。难道在他们那里，你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有用的消息？你觉得呢？这样的生活可真美好啊！暗河的大事已定，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你自己的大事了？狗爹，你又开始胡说八道。我觉得苏沐雨蛮好的啊。暗河里面这些人啊，我看他最顺眼。可是我不喜欢他那样的，太轻了，感觉很没趣的样子。可能大多数女孩子会喜欢他那样的，看起来温柔，而且长相也很俊秀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我更喜欢有意思的人，比如苏昌河那样。啊？那可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要武功有武功，要地位有地位，而且呢，人也很有趣，说的话别具风味，是一个很特别的男人。这个臭小子，你这个臭丫头！哎，狗爹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不能杀你，你是我的女，但我可以把苏长河那个卵子杀了。你等着啊，我马上回来。他可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苏沐雨只是一个苏家家主而已。为何狗爹你这么喜欢苏沐雨，对苏昌河却这么抗拒呢？苏昌河那个臭小子啊，功夫是高，但是一肚子的坏水啊！你要是嫁给他，爱媳妇是小事，怕是一辈子要当寡妇啊！哎，英雄注定是要被你们这些俗人所误解的。
我们家超恩和呀，那岂是？没想到神医对我居然如此中意啊！不会吧？我对神医也十分中意啊。怎么来的人是你呀？那你希望来的人是谁？这位姑娘是？她是这个世间苏沐雨最在意的女人，她是和苏沐雨青梅竹马长大的好妹妹，她就是萧昭言，来自安和的家园。去南安，那里有位神医，正好缺一名捣药的弟子。原来苏沐雨时常挂念的那位家园中的人，就是萧姑娘啊。小妹萧昭言见过白神医。小妹，这么说，萧姑娘比我年轻了。敏感了，敏感了不是？你这小丫头真不会讲话。白神医才30，你怎么能叫姐姐呢？你应该叫她狗爹！在，给我杀了他！好礼！呀，往来跑！哎，直说，萧姑娘，既然你来了，那么苏沐雨呢？啊，沐雨哥哥说他好像要去见什么人，没有与我们同行。不过他一会儿就到。见人